男嘉宾小梁25岁，来自广东活动领队；女嘉宾小贝22岁，来自广东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2年恋爱了是吧？当时怎么认识的？因为当时的话，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然后觉得他挺可爱，而且有时候挺细心的，挺喜欢的，所以当时就追了他。哦，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我这边要来的，因为他最近这2、3个月的话，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老是跟我闹矛盾，然后说要跟我分手。本来吧，2个人谈恋爱，而且都在同一个城市，就感觉的话，2个谈着就像个谈异地一样，就感觉有她这个男朋友跟没这个男朋友就没啥区别。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还感觉挺好的，他这个人，就是自从他换了这份工作以后，就感觉他整个人就变了。你小片里说的现在跟别的女生好像很那个，怎么回事？那时候的话，就是他去出差嘛，然后他跟我说，他下午4点钟就回广州了。我们也很久没见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算给他一个惊喜，就跟他说，公司里面最近要经常加班，然后今天没办法陪你。然后我提前下班之后就去了超市买了吃的，去了他家等他，就想给他一个惊喜。然后去了他家，发现他不在家，那还好我有个备用钥匙。我那时候在他家已经6点多了。我在家等了1个多小时以后的话，听到开门声响了，我就想马上躲在那个门背后，想要给他一个惊喜。结果的话，我给他惊喜，他给我来一个惊吓。他直接领了一个女孩子回来，手里的话还帮别人提着个行李箱进来了。你说我是他女朋友，他见到我的话啥也没说，就来了一句：“你怎么来了？我是你女朋友，我不能来，难道别的女孩就能来你家吗？”那时候确实有点误会吧。有，自从我从公司走了以后嘛，他们不是有聚会嘛，就是出去吃饭呀，然后喝酒呀什么的。然后每次还会拍照片呢，你知道吗？拍完照片，然后就是我就看那女的，他们就搂搂抱抱的，有那种感觉啊，就手搭在她肩上。然后还发朋友圈了呢，感谢我的家人们什么的，他都是你的家人了，你跟他在一起就好了呀。肩并肩，所有的员工都是肩并肩，不是我跟他2个人单独肩并肩。我觉得这个没有。我其实挺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创业公司那么忙，忙的都回不了家了，跟员工有时间吃饭，而自己的家人却没时间过个生日呢？那个聚会，一方面是聚会，更主要是讨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因为那是我们完成了一个大的订单，赚到钱了嘛，然后一起聚一聚。他都不带我去的。你们谈恋爱有多少年了？我们是从大2开始的。那也有3年了。3年多了。双方父母知道你们俩这点事儿吗？不知道。那还好，没事。其实主任是这样的，知道是知道，但是他就是我们都没有见过对方的父母。对，我要求去见他的父母，他不肯。为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现在都没有脸回家见父母。因为我认为我从甘肃那个地方是比较贫穷的，我来到天津这么好的一个城市，如果我没有一点成就的话，我对不起我上的大学，我没脸回去见我的父母，所以我更不愿意带着他去。他就一直这样，就说等他成功之后，然后才有脸去见父母什么的。我让你见我父母可以吧？对呀。他也不见呀。为啥呀？那次我父母从安徽老家老远还过来了呢。过到天津来了。来天津来了，就看看我们的生活，然后就说提出来想见见他，他就一直不肯见，就说他忙。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第一还买不起车，第2还买不起房，第3我们的这个创业还没有结局，第4我家里面也比较贫困。那现在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尤其还是上过大学的女儿，对吧？嫁给一个就是最起码有个经济有个生活保障的。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的房你的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初就不会选择跟你一起创业的。我知道你这样想是对的，我也这样很理解你，但是你父母未必这样想。他都一大堆理由。确实不一样啊，一大堆理由。道理很多。现在你还去公司吗？去过。去过啊，嘟嘴干嘛？看到什么了？就是有一次吧，我是去公司，然后我顺便去看看他。那天我休息嘛，去看看他，然后他一直说他忙嘛，我就想着呢，
看他公司经营状况应该还不错呀。然后我本身也是学会计的，以前也在公司干过财务啊，我也想看看啊那个公司的那个账务怎么样。结果就被那个女财务给拦住了。那当然了。他凭什么拦呀？他是我对象呀，我看看他公司里怎么了。不是，他是你对象，你当然你跟这公司没关系啊。然后你干了什么了，姑娘？我非要查，然后他过来，他知道事情就过来了吗？过来之后，然后就让我就刚才说的，让我走，让保安把我请走了。好嘛，他是把好多事儿混在一起跟我们说啊，是这样的啊，保安把你请走了。对，他跟同事有摩擦，就不高兴，他就想着，哎，我出去玩，我溜了，我就翘班了。跟领导有摩擦，哎，我就请假，我就出去玩了。跟我之间有矛盾的话，他也就一直躲避。在你们交往过程当中，拿主意的事儿是谁？一般都是我。是吗？是的，每次不管是看电影还是吃饭，都是他做的决定。从来就没有我说话的份。因为你知道吗，主持人他真的很奇怪。我跟他在一起，他什么主意都没有。我跟他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去约会吧，去吃饭，吃什么问我，去哪吃也问我，去什么地方什么拿号排队什么都要来问我。看电影嘛，看什么电影也问我，去哪看也问我，什么场次也问我，订票也要问我。什么都是我来，就感觉我跟他之间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那忙忙碌碌的，他就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参与者而已。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在意这段感情。你是我女朋友，我肯定是听你的意见了，难道这样不好吗？对，是他什么都不管，什么都听我安排。完了之后，平日里他有意无意的又会说，你怎么这个也管那个也管，你很烦，然后一直还抱怨我，你什么都不拿主意，然后我来安排了，你还来抱怨我，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你？我本来工作就很累了，然后下班还要听你唠叨这些事情，那我肯定会觉得烦哦。对，你有事可以抱怨我，我都得受着。我要碰到什么事，我找他一个就不管。像我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嘛，被客户骚扰，然后微信上我就挺难过的，我就截图给他看，我想说安慰一下我，心里也好受一点。没想到他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给我扔过来一句：“你告诉我这些干嘛呀？”我当时心就寒了，当时就寒心了，怎么能这样？他发那截图，他给我看也没用啊，我也解决不了啊，这只会让我心里更添堵。哎，你是我男朋友哎，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第一个人想到就是你。我想说你能安慰一下我。是什么？是微信里骚扰？对，微信。平日里工作上就是见面的时候骚扰，然后微信上就聊一些有的没的，你知道吗？我就挺纳闷的，然后也是一个大客户，我觉得。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嘛。然后他发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而且你发给我，我自己工作也很忙。他压根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他这次回湖南，你知道吗？他跟我一声没商量，又躲开了，直接一声不吭就回老家。回去之后我才知道，我当时跟他讲得非常清楚，咱俩就分手吧。就跟他回了湖南，你跟他说分手。回湖南的理由他跟你说了吗？没有。到底为什么？我就希望他能回湖南跟我一起生活。他还跟你一起回湖南生活，那为什么不能是上海而是湖南呢，小伙子？上海生活压力太大了。如果将来要结婚的话，我肯定是在湖南老家那边。回老家以后守着爸妈应该也不是那么辛苦，对不对？压力就会小很多。你在小片里说趁着年轻应该好好玩一玩，是你说的吧？对，因为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出去旅游，多转转，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吗？这样的话，你自己到时候就算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好，明白了。这样的话，你就回你的湖南过你的安稳日子，人家不也跟你说出分手了？你今天来干嘛呢？我今天来就想他能够不跟我分手。他不跟你分手。对。然后他跟你回湖南，你们俩在一起，是这意思吗？是的。你说他在浪费，那我想请问你，你今天来上节目，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想留下他，也想继续走下去。所以你觉得来上节目不是浪费，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你现在有点不舒服？他要走了，你很难受。如果完全以实际的层面来看，你失去他和失去事业相比，你应该失去事业更难受，因为你是个务实的人。但是你现在很难受，说明你有情感需求。如果从你的角度上来说，钞票、房子是实在的，感情是很虚的。但是你明明现在即将失去感情了，你觉得你不舒服，你很难受，说明你是有情感需求。人都是有双重需求，现实的需求和情感的需求，而现实的需求只是基础，情感的需求才是追求。
人格独立、经济独立，但情感依赖是个正常的女人。如果你没有情感需求，那倒奇怪了。所以既然你今天到这儿来，你也认为情感需求是你自己生活当中除了事业之外的很重要的一个比重，那你就要想一想如何来衡量现实和情感之间的比例。不要求你一定要做一个情感占比很重的人，但是你不能违背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可以做一点务虚的事儿。男生这个什么样的女人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女人要的是什么样的情感也不一样。有些女人可能就喜欢你那种，但有些女人可能喜欢的是现实的浪漫。你比如说你给她买花，她肯定更喜欢收红包。你觉得这个老远去绍兴给她做顿饭，你觉得很浪漫，也许她认为如果你从超市里抱一大堆她认为的物美价廉的那些打折的物品，对于她来说，哎，这个很浪漫。那就看你们的浪漫和对生活的理解是不是一样。如果不是的话，还不如趁早分开，啊，对不对？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吧，他其实对我挺好的。哦。然后下班之后就回家做做饭，然后打打家务之类的。然后人也很温柔。但是后来他工作就是越来越忙，然后应酬也越来越多了，天天喝就是大醉回家。你说你回家你就好好睡觉嘛，他不睡。他就在家里边大喊大叫的那一直。叫什么呀？你说我大喊大叫，其实我也没有大喊大叫，我就是你像我是做那个酒吧营销，平时客户比较多，对吧？我工作所需，你说应酬干嘛喝酒了，回到家之后，你像我也只是说在卫生间里边喝多了我就出酒，然后我头痛嘛，我就对着马桶盖吼2声，然后我也没对着你吼，对吧？而且我就感觉我挺委屈的。其实我想到这件事情我还挺伤心的，就是他，你像我就是有时候喝醉了是吧，回去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说给我温一杯这个开水啊漱漱口之类的。这个画面想想挺有意思的。夜里2、3点的时候，一个男人抱着马桶在那说话，啊，头疼，别喝了呗。没办法，就是工作所需，对，又拒绝不了啊。你说他应酬喝酒吧，其实我也能理解，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但最可气的是，他不应酬的时候，他也是一群朋友天天找他，然后找他吃饭呀、喝酒呀、聚会呀，就天天喝是吗？基本上就是。而怎么看一个人是不是在乎你？第一点，他愿不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跟你分享？每个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钱，他觉得这个东西最珍贵，那如果他愿意跟你分享，那么说明他是在乎你的。那有些人认为钱不是最珍贵的，而是其他的东西最珍贵，那就不一样。第二点就是包容。记住啊，包容不是妥协啊，不是说你说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咽下这口气，我可以让着你，这不叫包容。真正的包容是在于你所说的任何一些即便是伤害他的事情，他也能够宛然一笑，他能够理解你，因为他了解你，他能够真正的化解你对于他的伤害，或者是对于你们俩的伤害，他都能够包容。这是一点。第三点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人派得上用场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你？真正最关键的时候，是你心里特别需要他的时候，你有挫败感的时候，你生命危机的时候，他义不容辞的出来。哪怕这个人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吊儿郎当的，就是不求上进的，平时就是挣不到什么钱的，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能出来，说明他是在乎你。所以有些女生啊，眼拙呀，她们总是很矛盾。你说我很喜欢他，我又分不开，他又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者达不到我家庭的要求。他不是跟你家人结婚的，他是跟你结婚的。他有多优秀，有多成熟，如果他不爱你，这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看一个什么样的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爱人，你得看到那个点上才行。如果这几个点都有了，其他的细节是不重要的。我们不是找一个优秀的人，也不是找一个好人，我们是找一个凡夫俗子有问题，但是比别人都在乎我的人。我们是找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你的爱人。
明白了没有？自己好好考量一下，就这样。